天界之上，创造了人族的女娲娘娘正在喝下午茶。突然，她眉头一皱，养了上万年的灵芝里面竟然冒出条大蜈蚣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自打盘古开天辟地，敢不给女娲面子的家伙屈指可数。你要是道教三清、佛门二圣的弟子还好说，区洪荒异种，他连看门都嫌弃丢人。一声愤怒的凤鸣，女娲使出变化之术，化作火凤冲天而起。蜈蚣精虽然道行精深，又有妖族的血脉加持，但在女娲面前根本不够看，一直被火凤压着打。哪怕她使出天赋神通，化作一股黑色龙卷，看起来能毁天灭地，可在火凤烈焰的喷吐之下，几息功夫便败下阵来，沦为一具焦尸，供众仙家围观。突然，一个敏锐的女仙发现了什么，在蜈蚣的尸体下面竟然跑出一条小蜈蚣。原来她之所以胆大包天啃食灵芝，是为了孕育下一代。女娲娘娘有好生之德，见状并没有斩草除根，只是把她关到了喝茶的夜光神杯里，顺便问看戏的仙女们：你们谁愿意去看管小蜈蚣啊？众人闻声连连后退，只有一个傻乎乎的小瑶站在前面。于是女娲金口一开，小瑶仙子便收拾行李住进了夜光神杯。如此这般过去了1000年，昔日的姐妹纷纷位列仙班，成为天庭的正神。只有她可怜兮兮，除了一条人嫌鬼憎的小蜈蚣，连个说话的主都没有。换谁不懊恼？小蜈蚣在一旁也使劲煽风点火，劝她不如找女娲娘娘求求情，万一就解脱了呢。小瑶一听是啊，立马收拾打扮飞向天宫，连滚带爬地跪在了女娲的身前。殊不知趁此机会，小蜈蚣悄悄爬出了神杯，跑到人间兴风作浪，犯下了如此大错，还想升官。女娲大手一挥，小瑶便化作金光钻进神杯，从33重天之外坠落到了地球，跟可爱的小猪猪们睡在了一起。沧海桑田，小瑶必须在人间实现1000个人类的愿望，才能重返天庭。在此期间，神杯颠沛流离，还被小鸟抓去筑巢，可把爱干净的小仙女给气坏了。不过在土地公公的监督下，这么多年已经完成了900多位人类的愿望，很快便能功德圆满，重返天庭。两人正吵着，下一任主人便来了。民风淳朴的3口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便有了夜光神杯的传说。村民们为了一己私利大打出手，差点连狗脑子都打出来。最后一个姓曹的幸运儿历经千辛万苦，躲在水井里保住了神杯。可不料在出来时，正好被打惊的老郑看见，财帛动人心，老郑抬起铜锣狠狠一砸。9年后，他的儿子变成了富二代。老郑的独子郑风原本勤奋好学，可自从老郑发迹，猝不及防享受了9年荣华富贵后，成功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败家子儿，除了大手花钱之外啥也不会。老郑眼见儿子被自己养废，便生起了开小号的念头，但奈何年事已高，只能从第3代入手，花费重金搜罗来天南地北的美女，势必要为他郑家生一个麒麟儿。开后宫嘛，连皇帝都喜欢的骏马，按理说一个败家子儿不可能拒绝。可小郑偏不，万花丛中过，只取那一朵，除了秀秀，他郑风谁也不爱。为此，男人特意邀请全村老少赴宴，请洋人为他和秀秀画了一幅西洋画，寓意他们的感情长长久久，永不分离。老爷子知道后气得不行，但这东西又没办法强迫，无奈只能询问万能的杯仙子。小瑶都快被老家伙给烦死了，得到神杯这么多年，最后一个愿望迟迟不用，这样下去怎么位列仙班？得知老郑的苦恼之后，小瑶拍着胸脯保证完成任务。在他看来，郑风不肯娶妾，最大的阻力就是他的女儿宝宝。于是他连骗带哄，想让宝宝劝郑风娶妾。没想到宝宝比他聪明多了，丝毫没上当。杯仙见软的不行，便强拉宝宝出去，把他搁在大树上吓唬宝宝。宝宝虽害怕，但仍不肯妥协。这时3口镇的郊外，昔日的那条小蜈蚣经过多年成长，嚣张的在此现身。杯仙得知之后，扔下宝宝飞去找蜈蚣精算账。可怜的宝宝被挂在树上，求救无门，恨死某个疯女人了。杯仙小妖跟土地密谋了片刻，决定由对方变成公鸡引诱。自古以来，公鸡便是蜈蚣的天敌，哪怕成了精也是。蜈蚣老妈更是被他的究极进化体火凤所杀，所以小蜈蚣在打不过神兽的情况下，变得特别喜欢吃鸡。土地公公溜达了好几圈，小蜈蚣便迫不及待前来开饭。结果嘛，不言而喻，公鸡没吃到，喜提一位昔日的老伙计。
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背仙小瑶心里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打死可恶的蜈蚣精。别看这家伙看起来挺唬人，还在人间发育了那么久，但战力真的跟蹲在破瓶子里的小瑶半斤八两。在阴险的土地协助下，背仙一记雷霆半月斩直接把小蜈蚣给打出了原形。可就当他要捉住对方上天邀功的时候，头发却忽然冒烟了。不好，老家被人偷了。另一边的郑家，曹静暗地里发现老爷子拥有神秘宝物，于是便尾随想要窃取。曹静的父亲当年寻得宝物的老曹，如果不是老郑偷袭享受荣华富贵的，应该是他才是。曹静为了替父报仇，同时也为了亲近旧情侣秀秀，甘心当郑风的随从伺候他。这一晚，曹静终于逮到机会，暗地里放火制造混乱，蒙面将老爷子的宝物抢走。背仙与土地公在与蜈蚣精打斗的当儿，头发就这样着了。神杯可是跟他性命相连，为了保护老家，他急速赶回郑府。而此时曹静正要打开宝物，恰好背仙及时赶回，曹静只感金光耀眼，低头便已失去宝物踪影。可背仙小瑶的老窝是保不住了，那条蜈蚣精却不见了踪影。顾不得懊恼，还在大树上的宝宝此刻也身处险境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。幸好关键时刻土地公及时出现，用仙法救了宝宝。宝宝哭着回家，竟然发现家里失火，且郑风命在旦夕。怎么说呢？着火的时候，男人爬梯子救老婆，反被着急忙慌的背仙给撞了，真是多灾多难的一晚。被砸晕的老爷子清醒过来，发现失去仙杯，儿子也重伤垂危，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万幸的是，杯仙没完成现任主人的3个愿望之前是无法易主的。小女孩宝宝在后花园里玩耍，蹦蹦跳跳找到了夜光神杯，宝贝物归原主。老爷子长吁一口气，嘱咐孙女不准跟别人说有神仙一事，然后便匆匆回房唤杯仙出来。小瑶知道这是他完成任务的好机会，于是便危言耸听，要老爷子许愿救儿子。看对方犹豫不决，立马就要回小窝冬眠。老爷子终究还是逃不过神仙的算计，答应了用掉最后一个愿望的请求。可他也不傻，这最后一个愿望除了治好小郑的身体，还必须让他改邪归正，变成一个积极进取的人。背仙听了倒也不恼，只是嘿嘿一笑，想跟神仙玩心眼儿，还早了800年呢。古人云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在失去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上天有时会给你一点补偿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想要小郑改变，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？这个败家子儿除了爱老婆，在别的方面简直是无可救药。家里刚碰见火灾，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，可现在又跑去风花雪月，为了与人斗蟋蟀，一掷千金买了只常胜将军，结果却让曹静无意中撞翻。蟋蟀一命呜呼，狗腿子7成责骂曹静，郑风也不高兴。曹静气言找不到蟋蟀不会回来，而就是这么一找，姓曹的便开始翻身了。蟋蟀嘛，自然要到荒郊野外去找。很不巧，附上的蜈蚣精也在这儿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曹静便遇上了对方。看到会说话的小蜈蚣，男人吓得不行，使出吃奶的力气远离此处。可蜈蚣精重伤垂死，好不容易看到活命的希望，怎么会放弃？拼尽最后一丝妖力，上了曹静的身。回家之后，蜈蚣精要曹静帮他疗伤，并答应会助他心想事成。可男人虽然坏，但并不傻，脸上很明显的浮现出不信。于是蜈蚣精施法，让曹父暂时恢复神智。曹父告知了曹静郑老爷子残害自己一事，要儿子替他讨公道。而曹静发现蜈蚣精真的有法力后，便答应帮他取乌鸡精的心疗伤。乌鸡精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妖精，曹静不过一介凡人，只会2手粗浅武术，即便蜈蚣精交给他一把獠牙弯刀，但正面对抗很显然还是不行。于是他乔装打扮，假装成一个钓鱼佬，跟乌鸡精攀关系，趁机让对方喝下有毒的酒水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壮汉的肚子便开始剧烈疼痛，脸色一变，开始大打出手。曹静掏出蜈蚣精给的獠牙，拼尽全力想扎进乌鸡精身体，但即便中了毒，妖精的实力也依旧非同凡响。男人忙活半天也没能见效，直到远处的郑风闻声赶来。虽然他是只菜鸡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曹静成功击杀了乌鸡精。殊不知郑风这是在自掘坟墓。曹静把心脏带回去给蜈蚣精疗伤后，获得了对方给予的些许法力，在实力的加持下，男人有了翻身做主人的野望。郑风身为败家子儿，赌房那肯定是少不了去。这一夜他豪气大发，押上1000两黄金，万亩良田，还拉着曹静一起。不出意外，很快便统统输光。
这可不仅仅是靠着蜈蚣精那点法力，背仙小瑶也在暗地里使坏，想要一个败家子儿改邪归正，不下点猛药怎么能行？郑风输光钱回家，老爷子气得半死。可倘若只是如此还算好，不过是大动筋骨，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只可惜他向背仙许了愿，很快就又传来噩耗，老爷子经营的钱庄被烧毁。货船也出了意外沉没，郑家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，彻彻底底的完蛋了。老爷子听了，顿时心肌梗塞，连忙召唤背仙出来，而背仙则微笑，言要郑风成才，出人头地，就必须先让他失去一切，如此才能悔悟。老爷子见状，要收回愿望，但这怎么可能？背仙小瑶摆摆手，跟老爷子告别，3个心愿已完成，今后对方不再是他的主人。老爷子这才追悔莫及，因为大半家产都被昔日的仆人曹静赢走，郑老爷子便厚着脸皮向对方求助，希望他能帮郑家渡过难关。而曹静闻言笑得可怕，把他拉到屋子里，指着疯疯癫癫的曹父，问他有脸讨要吗？郑老爷子看到被自己加害的老曹，脸上羞愧无比，被对方撕扯着跑了出去，却不料阴差阳错跌入当日夺杯的那口井中。曹静本性不坏，本想出手相救，可一想到对方给予他们的伤害，又开始犹豫起来。而这一愣神的功夫，郑老爷子便撑不住掉了下去，只能说是因果循环吧。而另一边的郑风对郑老爷子失踪一事并不担心，以为郑老爷子是到京城找朋友救济自己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曹静则趁机买下郑家大宅，表面帮助郑风，暗地里是为了得到仙杯，毕竟这玩意儿自己又不会乱跑。按理说，一个人用完愿望是可以把它交给家人继续的，杯仙的目的只是完成目标，巴不得人越多越快才好。只可惜人类很贪婪，从来不愿意往这上面想。曹静得到郑家祖宅后，得到夜光神杯，原本十拿九稳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神杯竟然被回来要宝宝玩具的七成阴差阳错给带走。命运似乎并不眷顾曹静，面对蜈蚣精的虎视眈眈，他能逆天改命吗？那位没心没肺的败家子儿郑风又会迎来怎样的生活？别急，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